跟你們之前也講過，大家有聽過嗎？我是一個香港人，他家那個光辦公樓就一整層，大概300多個進行就是文員辦公訂單的，做貿易。那他們家光那個最貴的世界最貴的車，前面那個頭像拖拉機是那麼大，那個小汽車，聽說好幾百萬是吧？上千萬人民幣的，那就2、3輛。那麼他家的資產來說，在20多年前的時候，應該超過了10個億美金，就夠富的了吧？他的經營啊，他的風水啊，他說我已經找很多風水大師看過了。你看我的財位，聚財的地方放了8個大水缸，夠聚財吧？家裡那時候真有錢。哎，我看完之後，挺好的。但是我看的这个他家他们自己和孩子的臉，就是命相，我不是算命先生，但是有感覺，覺得長那個這麼窮的命，怎麼有這麼多的錢呢 ？My God， 告訴我吧，顯靈啊！所以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。結果2年以後，他家傾家蕩產，1分錢沒有，還欠款。怎麼回事呢？他有個哥哥，親哥哥，一個男人，大胖子，長得雄壯，比我還高，胖胖大大，一看挺有福，眼睛像金魚，嘴像鱷魚，一看長得倒挺大氣，我總覺得有點黑社會的感覺，後頭留個大辮子。他哥那個辦公室後頭全是像《資本論》什麼列寧那些那種，全是偉人的那種精裝的書，而且都是一個色，黑紅色，哇，後頭我看放了這上千本，這人得多博學啊！哇，他滿手上這會都是金光燦爛，戴的全是除了黃金就是鑽石類的首飾，哇，真是那手也是老富貴了，比豬還胖。就他哥出了個餿主意，當時去往中國走私，把他們的錢全部押進去，最後血本無歸，傾家蕩產。我希望我們聽到的都是先貧窮後富有又長壽，喝着普洱茶是吧？領着小孫子是吧？那種整個這個家族和樂融融的那種幸福感沒有，還沒等着領孫子呢，這全家人家破人亡了。所以我就說，怎麼當時我看的這個命相這麼差，可是錢咋這麼多呢？他弟說：“哎呀，我又恨又不能恨，因為是我親哥。”我心裡都覺得，不是恨你親哥，是你不具備這麼大的一個承受力。他家請香港最貴的風水先生替他家看過，所以他說在那個叫財位上，就是聚財的他家那個位，放了好幾個大缸，而且都是風水先生給他買的，應該是聚很多財，對不對？但是風水先生並沒有說能聚多長啊，財是聚了，可是一切有一天全爆了，他連那水缸、風水缸都叫人收走了，成為別人家的風水缸。他那個高級的車成為政府沒收的財產。當我們沒有那個福氣，你住進一個特別的風水好的地方，還會鬧兇，我們承受不了的。這個富貴之神、吉祥之神，不會因為你住在這兒了之後，你就會成為了富貴和吉祥，不會的。承受不了便是災害，這得以配位便是順暢所以我們怎樣才做到更加美好的能夠發展下去，
還要存在下去，還能夠繼承下去呢。我的现在告訴大家，大家也听懂了哈，就是以德传家啊，就用感恩心啊，用感恩心面对你周围所有的人，还要用慈悲心面对所有的竞争对手。所以我们的慈悲心就是最好的运气啊，最好的风水啊，最後就慢慢能做到，這叫家和萬事興。哎，這一家人和樂融融啊，有長有序。什麼叫有長有序啊？應該也叫尊長有序，就是父親有父親的莊嚴，母親有母親的賢德和尊貴，孩子有孩子的孝順。哎，他這個一定要是有一個家庭的倫理和順序，是吧？家長發話，兒女能夠孝敬和遵從，這就是一個有福有德的家。